看看媽媽這旗袍好看嗎？媽媽明天就穿這身旗袍送你去考場，寓意是旗開得勝，你說好不好？當然好了，媽媽，你穿這身旗袍最好看了。諾諾，明天你哥我就穿個耐克，咱們諾諾做题啊必須全對。哥的金嘴一發聲，滿分稳穩揣懷中。我們家諾諾這小嘴啊就是甜。媽，諾諾，哥，不像某些人啊，往那一站，看着就是碍眼。我们家是虐待你了吗？你穿这麼寒酸給誰看呢？媽，我沒有，你非得讓外人指着我的鼻子罵，說我偏心諾諾，苛刻你才甘心嗎？媽，您別往心裡去，姐姐她也不是有意的，她可能就是對我們的穿衣風格不太感冒而已。您消消氣啊。這個鄉下來的野丫頭，懂什麼穿衣品味？還有臉嫌棄我們？我苦苦找了你15年，你這一回來就跟我們對着幹，你就是被那些鄉巴佬给我带壞的。媽，請你不要這樣說我的養父。難道我說錯了嗎？這到底不是自己從小帶大的，這心吶，就是跟我們往一處靠。你看咱們家諾諾，這雖然不是我肚子裡出來的，那個貼心孝順勁兒啊，比你這個親生的要強100倍。就是，這樣看來，咱們家諾諾才更像是我們沈家的。啊，您當初啊就不應該把這鄉下人給帶回來。我又何嘗不後悔當年跟你們回家？還站着礙眼幹什麼？趕緊給我上去，不換好衣服別給我出来！给我進去，衣服換不好別給我出來！我又何嘗不想穿得漂漂亮亮體面些呢？可我身上這套運動服真的是我衣櫃裡能拿得出最好看的一件衣服了。4年前，自幼被拐的我終於回到了父母的懷抱。時隔15年，您終於找到被拐的親生女兒，請問沈總現在作何感想？非常感謝媒體和好心人的幫助，終於讓我找回了我的親生孩子。我發誓，我會用我的後半生去好好的補償我的女兒，絕對不會讓她受到一丁點的傷害。那一刻，我曾以為自己會是全天下最幸福的人。爸媽第一時間帶着我見了他們收養的女兒。諾諾，我們把姐姐找回來了。姐姐，他們給她用了曾經屬於我的名字沈諾。快去，認識一下你妹妹。她用着我的名字，過着我的人生。快去呀！去呀！姐姐，我之前老聽爸媽提起你。卻容不下我的存在。姐姐，你為什麼要這樣對我？我只是想要有個家呀。諾諾，如墨，沈若，她是你妹妹啊！你怎麼這麼狠心呢你？來，你沒事吧？我看受傷沒有。來來，坐來。為了安撫妹妹，爸媽答應她繼續用沈諾這個名字，而我只能改名沈若。從今天開始，你就叫沈若了。爸知道你嫉妒你妹妹，但是畢竟她從小跟着爸爸媽媽一起長大的，爸希望你和妹妹能和睦相處。我沒有。好了，回家吧。本以為將名字讓給她，我會真的重獲安寧，沒想到那竟是我步入地獄的開始。小諾，快看！起初遇到沈諾任性妄為的時候，他們還會跟我商量，讓我讓着他。小若，這是爸媽特意為你精心打造的公主房，
喜不喜欢？姐姐真是好福气，只有沈家的亲生女儿才配拥有这么好的房间吧。没关系，爸妈，我知道我只是个养女，不应该有这种奢求。可是爸妈，我求你们别把我赶出去行吗？诺诺，爸妈怎么会能赶你走呢？是啊，诺诺。爸媽，你們不能因為她小若是你們的親生女，就對諾諾厚此薄彼，不同意。哥哥，我不想讓爸媽為難。諾諾，這怎麼是為難呢？這本來就是你應得的。是啊，諾諾，從小到大，爸爸媽媽最愛的就是你。小若，你是姐姐，應該讓着點妹妹，這樣好不好？爸媽以後再給你打造一個比這個更大、更漂亮的房間，好不好？後來，他們的商量變成了命令，我的全盤接受也變成了習以為常。諾諾，爸，叔叔好。哎，你們好，爸爸接你去補習班。爸，我同學他們都跟我一個補習班，你能順路送送他們嗎？當然可以，來上車。再見，叔叔。爸，小若，你爸，我補習班都要遲到了，快走吧。哎來了，那個小若，爸爸先送你妹妹，等會兒過來接你，等我啊。爸。同學打車嗎？師傅，去天燕別墅多少錢啊200。師傅，我錢不太夠，能不能便宜點？沒錢你打什麼車？浪費我時間。師傅，師傅，來吃飯了，媽媽做飯真好吃。來，再嘗嘗這個。回來了。下這麼大的雨，你怎麼不知道打車回來？該不會是故意在人面前賣慘權彎路吧？哎，你小小年紀，你心思怎麼這麼滅呢？媽媽，哥哥，你們就別說姐姐了，可能她就是在鄉下住慣了，還不適應城市的生活而已。你妹妹感冒了，你趕緊進去，收拾乾淨再出來，別把涼氣供給她。快去呀！那是我第一次清楚意識到，自己根本就不進這個家。來，再吃個蝦，吃蝦對身體好。媽，我還想吃排骨。諾諾呢，從小被我們慣壞了，你這當姐姐的，應該讓着她。這最後一塊排骨呢，就給諾諾吃。來，這兒有蝦，你吃蝦。我對蝦過敏。過敏呢？過敏你怎麼不早點說呢？連沈諾不吃生薑都要一根一根的挑出來，卻不記得我吃蝦也會有生命危險。讓着妹妹，似乎變成了我要一輩子遵守的規則。明天就要考試了，他們應該帶着沈諾出去吃大餐了吧？乖女兒，爸爸這次是特地趕過來
陪你參加高考的。是啊，諾諾，這次有了咱們全家人給你助力，一定能考上一所理想的大學。妹妹，哥哥相信是最棒的。謝謝爸爸媽媽，哥哥，我一定会加倍努力，爭取考個今年的狀元，為咱沈家爭光。不就說嘛，咱諾諾呀，一定是我們沈家最有出息的孩子了。就是，走，回家。姐姐，姐姐，你怎么在吃剩饭呀？这要是让爸爸看到了，还以为我们在虐待你呢。你这是故意算准你爸回来的时间，还穿着你这身破衣服在这装可怜，告我的状是不是？妈，我没有，我就是太餓了。哥，那我们刚刚出去吃饭的时候，你为什么不跟着？现在偷偷跑出来吃剩饭，你不是故意的，你是什么？你说说，你都回来多长时間了，還把你農村那些臭毛病給我帶回來，故意處處跟我們作對，讓我們丟人。哎呦，還沒說你兩句就開始裝病似的。沈諾，我說你怎麼這麼多小心思？行了，都少說兩句。小若，你不要生你媽媽的氣。你媽這個人吶，刀子嘴豆腐心。你看，她還特意叮囑我給你買了禮物。小若啊，感情是需要慢慢磨合的，畢竟你回來時間太短。你媽這個人的性格又比較強勢，所以生活中難免有些矛盾。不過，以後慢慢就會好了。來，爸爸給你戴上。4年時間我都融入不進這個家，以後這能好嗎？可我已經沒有以後了。爸，我想跟您說件事兒。你說。您等我一下。好。你說你怎麼那麼偏心，送給沈若那麼好的鐲子，我們家諾諾呢？那是自然，咱們家諾諾當然是最好的。這是之前諾諾相中的那款跑車，下了飛機，爸爸第一時間到 4S 店預定了。怎麼樣，喜歡嗎？喜歡，謝謝爸爸。這還差不多。諾諾，這次考試要好好加油，為咱沈家爭光。哎，小若，你剛才要跟我說什麼來着？還在這給我站着，趕快給我滾回去睡覺，別在這打擾我們諾諾休息。行了，少說兩句。小若，不管什麼事，等明天考完試再說。不早了，都早點休息。偏心的人永遠不會承認自己偏心，只會指責你懂點事兒，再懂點事兒。可我還不夠懂事嗎？而我的懂事又為我換來了什麼？您這情況還是讓家長過來一趟吧，有些事還是得跟家裡人說清楚。醫生，你有話可以直接跟我說，我爸爸他們忙，抽不開身。你這腎衰竭的指標已經達到臨界值，身體各項機能都在快速下降。那我還能撐到畢業嗎？姑娘，你也別抱太大希望，最多也就這幾天了。明天就要考試了，再堅持一下，身體，我求求你了，我還不想死呢。
天就考試呢，怎么还不起床？这么热的天，管那么严实，甩脸色给我看是不是？拿你的前途给我赌气呢？老娘拼了命把你生下来，我这还生了一个仇人呢我。妈妈，我早饭呢。哎，妈马上就来啊！老娘今天没空搭理你，你爱死不死？有本事啊，你今天别去考试，死丫头！哼！妈来啦！姐，来啦！小姨，你怎么来了？这2个孩子不是今天高考吗？我去求了2个文商服，图个好彩头。来，谢谢小姨。哎，小若呢？这丫头正给我闹脾气呢，到现在都没起床，干个什么事情都磨磨蹭蹭的，一股小家子气，一点都不像我们家的人。孩子努力了这么多年，为的就是今天这一天，他不会这么无视你。哼，他这故意挑今天的日子，就是想触摸我眉头呗。我需要你看看。小若，小若，小姨进来啦。小若，别睡了，今天可是你的大日子，不能迟到的。小若，你的教养被狗吃了吗？长辈在这跟你说话的，你连床都不起，真不知道那些乡下人怎么教育你的。是不是生病了？小若不是这么没教养的孩子，盖这么严，不会发烧了吧？你别管他，这么大人了，自己生病就不会说吗？就让他自己在这给我作。他要是赶不上考试，就滚回乡下或种地去。姐啊，别这么说小若。我看他骨头到底有多硬，能撑多久。你明天不是要上班吗？赶紧走吧。小若，小姨祝你金榜题名。往哪就行，走了走了。诺诺，考得怎么样啊？挺好的呀，应该没什么问题。我就说嘛，咱们诺诺一定能考上清北，说不定啊还是个状元。哥，还没考完呢。就算是没考完，咱们家诺诺呀，一定考得也不错。就是嘛，诺诺，你也太谦虚了。等你考完，哥一定风风光光的给你办个升学宴，让所有人都知道我的妹妹啊有多优秀。爸已经订好了机票，等你考试完，咱们一家直接去马尔代夫旅行。真的吗，爸爸？太好了！哎，小若呢？也不知道她考得怎么样。管他干嘛？这个没出息的死丫头，她就算再怎么考，也只能考个专科，怎么能跟诺诺相比呢？就是。诺诺学习不错，将来是要稳稳当当考公的人。平时你多注意你的言行举止，别平白无故害了你妹妹的前途。看看你，一进家里就给我躺床上睡觉，猪都比你有精神。再看看诺诺，只要一进家门就进房间复习，人家就是奔着光明正道去的。你看看你，成绩练得底儿朝天，还懒得跟个蛆似的。说你的没听到啊？你。这什么味道？怎么那么难闻？你是不是又没洗澡？你说说，你都回家多长时间了，还不记得每天洗澡？真是气死我了！农村回来的这种毛病，你什么时候才能改掉？你能不能以后不要在我们沈家丢人？这屋子我必須拍個視頻發個朋友圈，讓他們那幫朋友看看咱們高冷女神的另一面。不想你不准他，你就殺我！殺我！
若小姐，你在屋里吗？小若小姐，你应一声啊！这该不会出什么事儿了吧？这，爸爸妈妈、哥哥，诺诺，诺诺啊，诺诺，我们的准大学生回来了。恭喜我们家诺诺顺利考试结束，这个花配我姑娘正好。谢谢妈妈，宝贝辛苦了。那咱们走吧，直接去机场。姐姐呢？这次旅行她不跟我们一起吗？我给她打了几个电話，她都沒接，估計還在跟你媽鬧脾氣呢。要我說啊，就是把她給慣的了，你就晾她幾天，你看能變成到什麼時候？姐姐也真是的，媽媽明明都是為了她好。還是我們家諾諾最懂事，那個沈若呀，要是你一半乖呀，媽也不至於這麼操心了。不提她了，咱們帶着諾諾好好出去散散心。走吧，別誤了航班。扎姨，怎麼了？夫人，你能不能回來一趟？我擔心小若小姐，她可能出事了。什麼？什麼？怎麼了？張阿姨打來電話說，諾諾把自己反鎖到房間裡，怎麼叫都不願意出門。他們有什麼事？無非就是裝模作樣耍脾氣了。難道他沒去考場？他去不去又能咋？就他那腦子，你到了考場也是給他們沈家人丟臉。我已經叫了看守公司了。那咱們趕緊回去吧。哎，爸，他都多大人了，難不成自己還能在房間裡憋死啊？你這混小子，怎麼能說這樣的話呢？姐姐也許還在怪媽媽吧。今天早上出門的時候，我看見她了。我問姐姐要不要一起去考場，結果她兇巴巴的對我說別管我，然後就自己回房間了。什麼？看我說的啥？他就個上不得台面的野丫頭。這個妮妮竟然在這個關鍵點上給我鬧事。沈家怎麼出了這個不知好歹的東西？回頭非好好收拾他不可。沈若，你還賴着不去考場？你要是想靠裝病來博取爸媽的同情，那我勸你別做夢了，他們只會越來越討厭你。沈若，你聽見沒有？好，既然你不想考試，那我就成全。姐姐這麼做，可能也是為了獲得爸爸媽媽的關心吧。簡直就是胡鬧！如此重要的時刻，豈容他這麼兒戲？算了，反正他就是個廢物，考不考都無所謂。就是，還好我們家諾諾爭氣。哎，趕緊走吧，路上很堵，飛機可不能。對，走，快。好了，謝謝師傅。喂，夫人，小若小姐的房門終於……張媽，你不要管沈若，讓她自己在房間裡反省。可是小若小姐屋裡……別再多嘴，做好你省內的事，再多管閒事我就開除了你。好吧，夫人。怎麼住人呢？發現了！哎，沈先生、沈太太，你們可算是回來了。哎，我說你們物業是不是有毛病啊？我們一家人好不容易出去度個假，就因為這點事把我們叫回來，真天府！就是，我女兒剛考試完，等着出去放鬆呢。有什麼事兒不會等我們度假回來再說。實在對不住啊，沈太太，可這事我們也沒辦法呀。你聞聞你們家這味兒，比茅房還臭，你還好意思到外邊逍遙？你這人說話怎麼這麼難聽啊？來，你聞聞，整個別墅區都彌漫着你們家的餿臭味兒，你還好意思在這兇？肯定是沈若那個喪門星搞的鬼。沈若從農村回來帶了這些臭毛病，從來都沒改過，一天不幹正事就給我添亂，氣死我了！別吵了，趕緊開門進去看看吧。
示弱这个畜生，我就是养条狗也冲我摇摇尾巴，这一天到晚就知道跟咱吵事。示弱，你在屋里搞什么鬼？赶紧给我滚出来！你们快看，那地上那是什么东西啊？太恶心人了吧！我进不去。啊！死人了！死人了！怎么会这样？我的女儿不会有事的，不会有事的。诺诺，小恒，让他们都出去！快出去，别看了！出去啊！等等，我们接到报案说，你们家里发生了命案，按照法定程序，我们需要对现场进行工作，并开展采样工作，请你们配合。检查得知，死者是我们的亲闺女，她天天都在我们眼皮子底下，一举一动我们都看着呢，不可能是他杀，绝对不可能！我现在就联系殡仪馆，把人拉走火化，省得你们警方再分心调查。既然你说天天都在你们眼皮子底下，那为什么人死了几天了，你们居然都没有发觉？就是，人臭了都不知道，也不知道父母到底怎么当的。哼，这话说的，晚几天呀，被蛆虫轰的骨头渣都不剩了。这孩子也太惨了，自己就这么不明不白的没了，亲爹亲妈带着个养女在外边逍遥度假，连他没了都不知道。这世上哪有这样的父母啊？真是可悲又可恨呐！是我的错，是我的错，是我害了他，是我杀了他。你说什么？啊！检查同志，都是误会。孩子爸妈，我一时是我的死，脑子糊涂了才乱说的。他怎么可能杀自己的亲生女儿呢？这绝对不可能！是我的错，是我的错，是我的错。哎，妈！妈，快把这位女士送到医院！你们3个人陪我去警局做一份详细的笔录。这是沈诺的尸检报告，死因是重度肾衰竭，排除他杀的可能性。什么？肾衰竭？他怎么会有肾衰竭？我们怎么不知道？这就要问你们自己了。开什么玩笑？假的吧？你是在质疑我们法医的专业性吗？另外，我们在他胃里发现了大量的异食，大把的头发、纸盒、塑料，还有碎玻璃渣和铁钉。他的胃比常人足足大了2倍。这肯定是姐姐在乡下的时候养成的臭毛病，还好没有传出去，这要不然指不定外人怎么说我们虐待她呢。姐姐总是做这种荒唐事。这不是臭毛病，这是抑郁症引发的异食癖。你到底有没有把他当做亲人啊？
怎么能说出这么冷血刻薄的话来？是我害宋小若，都是我的错，都是我的错。你们要还有半分愧疚的话，就赶紧把人领回去，好好安放吧。爸，我们赶紧走吧，我总感觉这里阴森森的。走，赶紧走。小若！好了，大白天的，你发什么疯？爸，我们真的要把姐姐的遗体带回家吗？接什么接？他死的这么不清不楚，万一他真回来找我们算账怎么办？爸，他真的会来找我们报仇吗？是他自己心理虚弱，扛不住压力，自己想不开寻了短见，凭什么怪在我们头上？那我们该怎么办？等我回去找个靠谱的大师好好算算，看看怎么处理比较合适。小若，妈妈的小若，妈妈的好女儿小若。妈，你干嘛呢？诺诺，你把这个房间还给姐姐好不好？这个房间本来我就是给你姐姐准备的，还给姐姐好不好？妈，你干嘛呀？我的好女儿，你要什么妈妈都给你。妈妈去跟你讲，妈妈把所有东西都给你抢回来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我疯了！我疯了！小若！你能不能别装神弄鬼的了？诺诺，是妈的不对，妈错了，妈不应该给你姐买这么贵的蛋糕。诺诺，妈知道错了。诺诺这孩子，终究还是容不下小若。你说这以后的日子可怎么办？小若打小就在乡下遭罪，如今好不容易被咱们接回来，这衣食住行哪样不是现成的？对他来说已经是天大的福气了。是啊，诺诺这孩子心思细，一点小事就能在心里琢磨半天。看来我以后要把这心往这边放放，千万可不用出什么岔子。这万一他憋出什么心理毛病，这以后可不好办。唉，是啊。趁诺诺不在家，妈给你买的蛋糕，听说这家蛋糕很好吃，快打开吃，别让他看到。小若，生日快乐！谢谢妈。小若，你也别怪妈，你这个妹妹打小都被惯坏了，你这个当姐姐的，咱们就让着点，就当你为了我和爸，好不好？我们家小若真乖。你个乡下人也配吃这么好的东西？诺诺，今天是你姐姐的生日，我才给她买蛋糕。妈，你之前答应过我，只疼我一个人，你骗我！诺诺，你在干什么？你别吓妈妈！那你答应我，以后眼里只有我一个人，只能疼我一个人。答应你，妈答应你，快放下，妈什么都答应你。不可能，你怎么会出在
的一個野丫頭，不可能，她不可能有那麼敏感。怎么了？爸，我妈她已经疯了，赶緊把她送精神病院吧。瞎说什么呢？诺诺，扶你妈妈回房间。去啊，愣着干嘛？小若不会，不会，不会。你好，请问是沈若同学家长吗？是的，请问你们是？这位是青兰研究院的周明远，周院长。他这次亲自来呢，是想邀请小若加入我们研究院的。这青兰研究院，那可是国内顶尖，在国际上都排得上号的地方，多少顶尖人才擠破头都进不去的。不过，不瞒周院说，小女今年刚高中毕业，连大学门都没进呢。你们是不是弄錯了？你們是不是弄錯了？不會搞錯的。早幾年我在一份學術期刊上發表的論文，有一處疏漏，就是沈諾同學最先發現的，他還特地寫了郵件給我指出。從此以後呢，我們就有書信來往。他對一些學術問題，他的思路常常給我很多的啟發呀。周院長這些年一心撲在傳播設計上，那篇文章更是花了近10年的心血之作，裡面的內容能看懂也是不易。可沈若同學不僅全看明白了，而且還指出了許多關鍵性問題，裡面許多角度就連周院長自己都是耳目一新啊！這等天賦就是多少年都難遇啊！確實如此啊！他在流體動力學領域的天賦是我這些年見到最突出的。在我們的通信裡，圍繞着相關的課題，我們聊了許多。他也幫助了我許多。我們約定，他高中畢業就邀請他到青蘭研究院，和我一起參與一些相關的設計工作。這份邀請啊，既是對他才華的認可，也是我們早先說好的承諾。之前我就看見沈若在研究什麼，難不成他們要找的人真的是他？可是沈若已經死了。那沈若同學現在在家嗎？稍等一下，我現在就叫他出來。好。諾諾，一會兒安靜點頭就行，其他什麼都不用說，快。諾諾，這位就是這些年一直和你通信、跟你討論傳播設計的周院長。周院長這次來是邀請你加入青蘭研究院的。周院長，跟您說一聲，我們家諾諾最近剛把名字改了，現在叫沈諾，承諾的諾，這就是小女了。沈諾是吧？哈哈，能讓我們周院長親自來拜訪的人，你是頭一個，可見我們研究院對你的認可可不是嘴上說說的。沈諾同學，你願不願意到我們青蘭研究院呢？你們都不問問我的成績嗎？哈哈，能讓周院長看中的人，成績自然是不會差的。不過，你要是能拿到今年的高考狀元，可以不用參加任何考核，直接就可以加入我們研究院的。狀元？所以你今年的學習成績怎麼樣啊？我這是在幹什麼？走，咱們看看去。你們這是？你是沈先生吧？你好，我是。你好，你好，沈先生，給你道喜啊！你女兒啊，考上了全國的狀元。之前諾諾自己估分，說成績不是很理想啊。這才多久，怎麼一下子就成了全國狀元？你看，這是清北大學的錄取通知書。這怎麼可能？這怎麼可能？怎麼？這通知書有問題嗎？沒問題，當然沒問題。我們這是太高興、太激動了。高興的還在後面。來，你看，這市裡啊，為表彰狀元，特地批下了20萬的獎學金。
我就說呀，沈若同学啊，天赋异禀，绝非池中之物。如今又摘得全国冠军的桂冠，真是可喜可贺呀！那周院长，您刚才说的让我们家诺诺进青兰研究院的事儿，还作数吗？那当然作数了。太好了，谢謝周院长。爸，这到底怎么回事？我根本不认识那个周院长，而且这通知书上的名字明明是我姐姐沈若呀。看来周明远要找的人应该就是你姐姐沈若。什么？这怎么可能？什么？这怎么可能？我早就知道了，我姐才是你们从骨子里疼的亲女儿，有什么好事你们肯定先想着她。你怎么能说出这种话来？这么多年，我和你妈对你什么样，你心里没数吗？那你凭什么要说周院长邀请的人是我姐？他刚刚都亲口邀请我去研究院了，你现在改口又说是他，为什么？之前我看到你姐在和别人通信，那个人应该就是周院長，這才有了這次研究院的保送名額。還有周院長親自來邀請的人，其實應該就是你姐姐沈若。這怎麼可能呢？我姐她都沒參加高考，那怎麼可能會是狀元呢？說不定她是在考完試才去世的。再說了，你們兩個人的名字本來就很像，倒也有可能是他們弄錯了。對，沒錯，就是這樣。那我姐姐她都已經死了，保送名額怎麼辦？事已至此，我倒覺得這就是天意。什麼意思啊？說到底，你姐姐沈若終究是我們沈家的骨血，她這一死，倒為沈家做了最後一件大事，讓我們沈家徹底站穩腳跟，成為行業裡的龍頭。諾諾，你給我記清楚了，沈若也好，沈諾也罷，從今天開始，你們就是同一個人。諾諾，到了研究院，一定要好好努力，給沈家爭光。我一定努力。我的女兒是最棒的。媽，你就放心吧。沈若同學，周院長。小若，小若，小若，我是你媽媽，小若。媽，胡說八道什麼呢？我姐姐她早就走了，你在這胡說八道，讓別人聽見像什麼樣子？快別這樣了，行嗎？於是，你認錯人了。我是你媽媽，小若。這怎麼回事啊？周院長，實在對不住，我家大女兒剛剛才去世不久，我老婆一時接受不了，受了點刺激，所以怎麼是你？你們認識啊？哦，是這樣的，沈先生和沈太太帶着養女出去度假，親生女兒沒有得到及時救治，慘死家中。我正好是負責這個案件的法醫。沈先生，我這個師妹啊，說話是直來直去的，不會彎彎繞。她說起來，在青蘭研究院的時候，她是我們院最年輕的核心研究員。要是論天賦啊，那全院沒有幾個能比過她的。白法醫，這位是？這孩子的身形怎麼跟小若這麼像？這是我的乾女兒陳婉瑩，她今天第一次來青蘭報到，我帶她到處轉一轉，熟悉一下環境。幾位還有什麼問題嗎？沒有，我只是覺得她跟我的大女兒有幾分相似。那沈先生肯定是看走眼了，我們婉瑩可不敢高攀，給您當女兒。白法醫，你看您這話說的，我在胡思亂想什麼呢？沈若明明已經死了，而且就死在我們眼前，怎麼可能突然冒出來？一定是最近太亂了，肝氧化了。咱們青蘭20年了，選學生向來嚴苛，像這樣拔尖的苗子本來就少見，那偏巧他們兩個不僅天賦出眾，而且啊，研究的方向還碰到一起了。這真是緣分吶！慧敏啊，我看啊，不如這樣，咱們為他倆辦一個小競賽，也算是別樣的迎新會吧。一來呢，也讓新人能夠快速融入我們院的氛圍；二來啊，讓我們看看這樣的好苗子
能發出多大的光？你覺得呢？我沒問題，一切都依我乾女兒帶。我同意。那沈諾呢？媽媽已經好久不犯病了，為什麼會突然把她認成沈若？難道說……諾諾，周院長問你話呢。姐姐，這大夏天的戴個口罩不難受嗎？我幫你摘下來吧。我幫你摘下來吧。你幹什麼？我乾女兒剛做完手術，不能摘口罩。白法玉，不好意思，我的女兒太想念她的姐姐了，一时冲动才有所失礼，請您見諒。我姐姐她去世的早，我就是看她長得太像我姐姐了，一時激动才……是嗎？我们當時給周圍鄰居錄口供的時候，他們一致表示你們姐妹倆的關係並不融洽。諾諾又欺負小若了，諾諾又欺負小若了。媽，你胡說八道什麼呢？別說了，別說了，別在外面給我丟人了。那沈若同學，我剛才的提議，那你意下如何呢？我沒有意見，您安排就好。後天就要競賽了，現在臨時抱佛腳也不知道來不來得及。怎麼是他？或許後天的比賽，我可以不戰而勝。哎，陳同學，好巧，又見面了。閃開，別碰我！陳同學，我就跟你打個招呼，你這麼兇幹什麼呀？請你離我遠一點。你乾媽沒陪你一起來呀？我聽說她當年可是跟周院長並稱為青藍雙子星，可是後來因為私生活不檢點，就被學院開除了。我也聽過這個瓜，當年的青藍雙子星，誰人不知，誰人不曉啊？不錯，而且據說這個白慧敏的才華遠在周院長之上，只是後來未婚先育，才葬送了大好前程。這種人簡直丟盡了學術界的臉面。現在倒好，靠着旁門左道鑽空子，把你這個來歷不明的人塞進青藍。你們到底什麼關係啊？竟然能讓他為了攀附，連這點學術底線都不要了？乾媽，她不會就是白慧敏的私生女吧？哎，你別說，還真有這種可能。你們心髒，看什麼都是髒的。大熱天戴個口罩，不是怕見人，是怕什麼呀？你有本事摘下來啊！你算老幾？你憑什麼聽你的？看你就是心虛。你還敢打人？我刚才就是狗急跳牆。現在這女生啊，真是不思進取，年紀輕輕就想着走捷徑，往有錢有權的人身上撲。我要是他爸媽，我非打斷他腿。大家都是拼死拼活考進青藍的，卻被這種攀關係的人踩在頭上，大家甘心嗎？沒錯，我們寒窗苦讀這麼多年，就是為了讓這種人成為我們的墊腳石。對，滾出青藍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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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可是全國高考狀元，你這種人根本不配跟我競賽，更不配待在青藍。沈諾什麼時候成了全國狀元？沒錯，根本不配。對，滾出青藍！你這種貨色根本不配跟我競賽，識相的話就自己退出，否則我就把這個視頻放到網上，讓你一輩子也抬不起頭。賤人，給我把他按住！我今天倒要看看你究竟是個什麼東西！放開我！你們在幹什麼？你們在幹什麼？竟然在食堂聚眾生事，
你们不想在青兰待了是吧？是这个人他品行不端，大家都不服气，他为什么在青兰？哎，这边车来了，快！陈同学，没事吧？您有所不知，这个陈婉宁她和白法医的关系可不是干母女那么简单，她陈婉宁就是白法医的亲生女儿。你给我闭嘴！我们青兰是个科研单位，凡是进来的人都是经过层层选拔筛选出来的尖子，就不会有这种乱七八糟的事情。你们都不要乱讲啊！我说错了吗？他要是清白的，就拿成绩说话。只要他把高考成绩放出来，我们就信他。我们要看他成绩单。没错，不然我们不服。看他成绩，看他成绩单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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您这样一味的袒护他，只怕会伤了学生们的心呢。这样您在青兰还怎么服众？你到底想怎么样？很简单，只要你把口罩摘下来，我们要你的背调，看看你到底是不是凭真本事进的青兰。怎么不敢啊？那你就自己滚出去，别让我们再看见你。滚出去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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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，我摘。好，我摘。这么严重？快送医务室！竟然在我眼皮子底下搞霸凌，你简直是无法无天！我不是故意的。沈诺，我劝你收敛一点。要不是看你是难得一见的天才，我早把你赶出青兰了。今天的事儿，暂且给你个院内警告处分。后天的竞赛，最好不要让我失望。陈婉宁，你给我等着！婉宁，婉宁，怎么样？让我看看伤得严不严重？哎呀，不碍事的干妈，一点小摩擦而已。他们简直无法无天！不行，我得报警。干妈，现在还不是时候，马上就是知识竞赛了，是时候给他们準備點驚喜。你決定了？是時候給他們準備點驚喜。你決定了？您撥打的用戶已關機。您撥打的用戶已關機。喂，出事了！小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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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送进醫院！來。我這是到天堂了。喂，我的傻女兒啊，你怎麼淨說傻話呢？現在幾點了？8點半了。小若，你才剛醒，好好臥床休息吧。今天是高考，我必須參加考試。好，乾媽開車送你去。好。今天是高考，我
必須参加考試。好，干妈开车送你去。好，干媽，還好有你和爸在。高考那天，要不是你飆車闖了3個紅綠燈，我肯定趕不上考試。還有上個月的生理期，要不是你們找到了匹配的生源，我可能……好孩子，咱們大難不死，以後有的是福气。我現在一想到沈家那群白痴被一個死豬肉嚇得魂飛魄散，我都覺得好笑。这样能行吗？这可是定做的高度仿真假人，我还在里面填充了猪肉。只是这样做真的有必要吗？这也算给他们沈家人一个考验。如果他们能及时发现的话，就证明他们还是在乎小若的。那他们要是真的没发现呢？那我就带小若走，给他改名换姓，从此以后跟沈家人再无半分瓜葛。那我就带小若走，给他改名换姓，从此以后跟沈家人再无半分瓜葛。月婷啊，还是你们家诺诺优秀，这青兰可不是什么人都能进。不像那个沈若，就是一个丧门星。我们沈家呀，也不知道造了什么孽，出了这么个東西。这人都死了，你少說2句。他把我兒子送進監獄，斷送了我兒子後半生的職業生涯，就連弟妹也是因為他的死變得瘋瘋癲癲的。我說他幾句怎麼了？行了，這大喜的日子，別說這不高興的話。月婷啊，這弟妹和小恆怎麼沒來啊？大喜的日子，別說這不高興的話。月婷啊，這弟妹和小恆怎麼沒來啊？啊，他最近一直在家裡休息，小恆留在家裡照顧他。各位，我們的競賽馬上開始，下面有請我們的參賽選手沈諾和陳婉寧。諾諾，加油！這陳婉寧是怎麼回事啊？這是不是不敢來了呀？害怕也屬於正常，畢竟我們家諾諾是非常優秀的。這既然對方沒有來，那是不是直接可以判定我們家諾諾獲勝了？既然陳婉寧沒有來，我宣布，本次比賽的獲勝者是……誰說我棄權了？本次比賽的獲勝者是……誰說我棄權了？你還好意思來？我為什麼不好意思？之前是你校園霸凌導致我重傷住院，才差點沒辦法參加這次的競賽。你好了，你們2個都是特招進青蘭研究院的，這足以說明你們的潛力。我希望啊，在這次競賽中，你們拿出你們的真實實力說話，讓那種質疑者閉嘴，讓旁觀者心服。但如果害怕呢，那現在就可以主動離開。我可以參加競賽，我也可以。既然這樣，我宣布競賽正式開始。我寫完了，我寫完了。諾諾還真是優秀啊！這麼難的題，居然能在這麼短的時間內寫完。
这周院長都夸我们诺诺呀，是难得一的天才，那自然是没得说呀。时间到，请评委上前评分。这个解题的思路啊，非常新颖。我已经有很久没看到这么有才华的年轻人了。他怎么会知道这套方程式？这场比赛我赢定了。这解题思路怎么跟沈诺诺这么像啊？明明是沈诺先交卷的，该不会他是抄袭沈诺的吧？很有可能，这题这麼難，肯定是他怕寫不出來丟人，才想的這些歪門邪道。也難怪，他不就是靠着關係才進的青藍嗎？也難怪，他不就是靠着關係才進的青藍嗎？沒想到這陳婉寧還真挺厲害的。這麼難的題都會，不過還好我提前看了沈若以前的筆記，他的解題思路完全夠我贏了這個人。婉寧是憑自己的實力進入青藍的，競賽現場上這麼多雙眼睛看着呢，全程是他自己在答題。事實就擺在眼前，這就是公然抄襲。這成績差一點不是什麼大不了的事情，這作弊嘛就可恥了，這可是人品問題。這青藍呀，不知道在哪兒找這麼恬不知恥的東西啊！真是害了不少人心呢。哎，都不要吵了。虽然這兩人解題的思路啊非常相似，但是這是在一個固定的公式上進行創新的，所以啊，這不代表抄襲。周院長，那現在怎麼辦？我們家諾諾這麼優秀啊，可不接受平局啊！就是，我們才不接受平局。那要根據這個情況。我看不如給他們兩個再加賽一場，你們看怎麼樣？可以。那行。評委組通過商議，一致決定通過附加題的方法來決定競賽的獲勝者。評委組通過商議，一致決定通過附加題的方法來決定競賽的獲勝者。這簡直就是多此一舉嘛！獲勝者明明是我們家諾諾的。好吧，既然如此，那就由我親自來出題。好吧，現在答題開始。這不是沈若發給周院長郵件裡所提及的方程式嗎？我的好姐姐，這次你可真是幫了我一個大忙。寫完了。這個陳婉寧，該不會是知道自己比不過沈諾，直接擺爛了吧？沒錯，他一個靠關係走後門進來的人，怎麼可能輕易的解出這道比上一道還難的題目呢？我也寫完了。請二位移步一旁，等待評委上前評分。我也寫完了。請二位移步一旁，等待評委上前評分。陳婉寧，我勸你啊，早點認輸，省得在這丟人現眼。你輸給我們家諾諾這樣的天才，根本不丟人。該認輸的應該是沈諾才對。你這個關係戶，你現在還敢頂嘴？你是不是非得鬧到新來那，把你開除你才甘心？到底是誰被開除，還不好說呢。一個連臉都藏着掖着的人，這能是什麼好人呢？小若，沈若，你沒死？這絕對不可能。怎麼了？這是？看你們的反應，是我長得像某位故人嗎？這到底怎麼回事？
这到底怎么回事？他们应该是认錯人了。你真的不是沈若？沈先生，您怕不是已經忘了，您的親生女兒因為你們的疏忽，屍體已經被蛆蟲啃咬的連渣都不剩，又怎麼會出現在你們的面前呢？沒錯，我姐姐沈諾已經死了。你不可能是沈若，你不是沈若，絕對不是沈若。什麼蛆蟲咬啃？諾諾，他說的什麼？小若不是因為生病去世的嗎？他剛才說的疏忽，這是怎麼回事？小若雖然平時是不懂事的些，但畢竟是我們沈家的孩子。小若是你的親生女兒，你是怎麼對待她的？這小若到底是怎麼死？這到底是怎麼回事啊？我們帶諾諾去畢業旅行，是我們疏忽，沒有及時發現小若去世了。你說什麼？你太大意了！小若可是你的親生女兒啊！這些事情晚點時間我再給你們解釋好嗎？沈先生，如果我沒記錯的話，您親女兒的屍體現在應該還在太平間裡躺着吧？你們如果想去看看，現在還來得及。什麼？你說什麼？小若的屍體到現在還沒火化呢？這不都是已經死好幾個月了嗎？是算命大師說，不能把小若的屍體拉回去，要不然咱們沈家都會倒大霉的。你到底是不是小若的親生父親呢？你怎麼能這樣對她呢？你到底是不是小若的親生父親呢？你怎麼能這樣對她呢？哎，夠了！加賽的結果現在可以公布了。在此之前，我想向沈樂同學問一個問題：你是怎麼想起來用這個公式來解決這道題的？當然是因為這是最方便便捷的解法。這可是沈若和周院長信中提到的公式，絕對不會有問題。獲勝的應該是我們家諾諾，對不對？這還用說？這肯定是我們家諾諾獲勝。我宣布，這次競賽的獲勝者是陳婉寧同學。什麼？陳婉寧就寫3行半，他填什麼贏？這果然是關係戶啊，可以公開作弊，這真是無法無天了。我承認，我有私心，我向大家道歉。周院長怎麼能這樣？這種級別的比賽怎麼可以公然舞弊？我也要向陳婉寧同學道歉。我也要向陳婉寧同學道歉。你也不能因為事情敗了就給陳婉寧道歉呀，這也太不像話了。看來這陳婉寧的背景真硬。原來是這樣，真是學術界的恥辱！讓堂堂青蘭的院士當眾道歉，這背景，想想都可怕。我要退出青蘭，有他這樣的人壓在我們頭上，我們這些寒門學子一輩子都不可能有翻身的機會。恥辱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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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這道題，沈若同學他早就知道。什麼？怎麼可能知道？周院長包庇的人是沈諾，這怎麼可能？這贏的人不是陳婉寧嗎？周院長，你到底在說什麼呀？諾諾，你快給大家解釋解釋。還是我來說吧。早幾年，我和沈諾同學通信中探討過這個問題，而現在沈諾解這道題的思路，就是當年我最早的解題思路。您的意思是，諾諾以前就知道這道題？確實如此。那既然這樣，他怎麼還會輸掉比賽？因為這個答案是錯的。什麼？這怎麼可能？那封信裡，周院長明明信誓旦旦地炫耀了自己的研究成果，他是青蘭的院士，怎麼可能出錯？沈諾同學，你忘了嗎？當年我們通訊的時候，清清楚楚指出這種解題思路是錯誤的那個人，就是你的。清清楚楚指出這種解題思路是錯誤的那個人，就是你的。我們原本約定下一季的通信中，把他的解題思路分享給我，可是後來不知道因為什麼，這個通信就突然中斷了。所以說，您把這道題作為這次競賽的附加題，就是為了得到最佳的答案。不錯。當時遲遲沒有給您回信，是因為我回去想了很久，
我发现您的方法就是最正确的方法。是这样吗？没错，我想了很久，我始終覺得這就是最合適的解題方式了。果真如此啊！當然了，這可是您研究了一輩子的心血，怎麼可能會出錯？我當時太不自量力了。沈諾，你太讓我失望了。這周院長，你到底是什麼意思？這諾諾到底做錯什麼了？當然是馬屁拍在馬蹄子上。周院長生平最討厭這種人。是啊，周院長之所以如此重視沈諾，就是因為沈諾在周院長發表的論文上提出了質疑。這才幾年啊，沈諾怎麼變了？你們懂什麼？這是我們家諾諾有教養，不想在大庭廣眾之下駁了周院長的面子。這是我們家諾諾有教養，不想在大庭廣眾之下駁了周院長的面子。那也不能因為這樣就判定陳婉瑩獲勝呀。是呀，這個結果我們不服。陳婉瑩獲勝，是因為她寫出了真正的正確答案。怎麼可能？他就寫了2、3行，怎麼可能是正確答案？越是困難的問題，往往解題的思路越簡單。但是當年你告訴我的，你忘了？用自己否定過的答案進行解題，又對自己曾經說過的話一問三不知。師兄，你真的核實過現在站在你面前這位同學的真實身份嗎？有沒有可能，這封信根本不是他寫的？不是我，難道還是你嗎？婉寧同學提出的是合理的質疑。沈諾同學，你這麼激動，該不會是心虛吧？誰心虛了？我根本沒有。周院長都說了，一直跟他通信的就是我們家沈諾，還會有錯嗎？據我所知，沈先生，你還有一位大女兒叫沈若，宛若的若，從小成績優異，尤其擅長科研，並且獲得過多次獎項。從小成績優異，尤其擅長科研，並且獲得過多次獎項。你不要亂講話。是呀，我們沈家的事你怎麼知道？沈先生，你怕是忘了，是我給你的大女兒做的師姐，她的資料我自然是知道的。那你的意思是，当年和我通信的沈諾是他的大女兒？沈先生，這到底是怎麼回事啊？那當時你也是言之鑿鑿告訴我，和我通信的就是沈若，後來才改名叫沈諾的。你自己也當時親口承認的呀。是諾諾，真的是諾諾。恐怕沈諾並非沈若。師兄，今天這件事，希望你能給婉寧一個交代。這個自然。為了保證我們競賽的公平性，我們組合評審組聯合出題，3天後在直播鏡頭前，我們為他們舉行一場正式的競賽，你們看怎麼樣？沈諾同學有什麼問題嗎？我沒問題。那好，就這樣定了。那個陳婉寧真的是沈若嗎？不可能，絕對不可能。那天我們親眼看見他的屍體，就算是華佗在世，也不可能將一灘爛肉變成一個活人。可是他的眉眼跟沈若真的很像。像又怎麼樣？想要弄明白也容易，咱們去看看不就知道了嗎？走。想要弄明白也容易，咱們去看看不就知道了吗？走。爸，這裡面到底哪個是沈若呀？這太遠了，我也看不清啊。終於想起來把女兒領回去了。你不是我想的，想嚇死誰？白法醫，人嚇人會嚇死人的呀。不做虧心事，不怕鬼敲門。这个。白法医，这真是我女兒嗎？這不是寫着呢嗎？不過為了以防萬一，還是確認一下吧。確認了吧？確認了，你快把布蓋上吧。真的不再確認一下嗎？
萬一弄錯了，不會弄錯的，這就是我的女兒沈若。那把字簽一下，領走吧。都办妥了，谢谢干妈。有了这个，我就可以跟沈家彻底断绝关系了。太好了，找个时间啊，把你的户口落在我名下。小子怪美呢。爸爸，听见没？他管我叫爸。你就是个養父，得意什麼呀？哎，養父也比你這乾媽強。乾媽怎麼了？這女兒啊，就得跟着媽才幸福呢，你懂什麼？當初我讓婉寧回沈家，也是心裡盤算着那是他親爸爸，在親生父母跟前，吃的穿的都不用愁，更不會受半分委屈。可誰能料到，我竟是把我的婉寧親手推進了那樣的火坑啊！我要早知道這樣的話，當初就是拼了這條命，也不能讓他們把你給帶走。你拿什麼拼命呀？他們財大氣粗的，你一老頭怎麼拗得過他們？乾媽，爸，過去的事咱就不提了。你確定沈家的人不會發現嗎？放心吧，他們巴不得早點把屍體拉出去火化，看都不願意看一眼。单靠沈若的筆記，很難贏陳婉寧，我得再想個辦法。喲，這是誰欺負我們家小妹的呀？大哥，你怎麼來了？我聽說沈若的死丫頭今天火化，我特意過來給你們慶祝一下，怎麼不歡迎我？這傻子倒是可以運用一下。怎麼會呢，大哥？只是什麼？只是大哥，恐怕你要失望了。失望？什麼意思？沈若她沒有死。你說什麼？大哥，你沒聽說嗎？有個叫陳婉寧的，簡直長得跟沈若一模一樣。只有讓沈蕭覺得陳婉寧就是沈若，他才能幫我阻止陳婉寧參加競賽。唉。只是長得像而已，這事兒我也聽我爸媽說了。沈若都要火化了，怎麼可能活着呢？就是說呀，我也不信。可是他們兩個人實在是太像了。能有多像？無論是身材、樣貌、氣質，還有說話的方式，我不說10分像，起碼得有9分半。如果有機會，我倒是想親自去查一查這個陳婉寧的來歷。好，我這就去會會這個陳婉寧。按沈蕭對沈若的恨意，陳婉寧，你就自求多福吧。按沈蕭對沈若的恨意，陳婉寧，你就自求多福吧。爸，你就放心吧，我參加完競賽就回來了。好。沈若，還真是你！你認錯人了。別他媽裝了！你害老子進局子，你就算他化成灰，老子也能認出來你。我再跟你說一遍，你認錯人了。我叫陳婉寧，不信你看我正經。你還裝？真是老天有眼了，讓你落在我手裡。我可沒時間陪你發瘋。你他媽敢打我！今天我就送你上路。都這會兒了，這陳婉寧她人呢？
该不会是認慫了吧？他肯定是覺得呀，比不過咱們家諾諾，嚇得不敢來了。在我們家諾諾這麼優秀人的面前，他臨陣脫逃也實屬正常。哎，各位評委，人到現在還沒來，是不是該取消他的比賽資格了？時間快到了，婉寧怎麼還不來？陳婉寧，今天的第一只能是我。院長，時間差不多了，我們還繼續等嗎？那依切按流程來吧。是。我宣布，本次竞赛比赛開始，請選手作答。老陳，婉寧有沒有聯繫你啊？他剛給我通過電話，現在應該已經到青南了。哎呀，他還沒有過來，電話也打不通。壞了，婉寧出事了！壞了，婉寧出事了！你要幹什麼？你這是違法的！犯法？你有本事就再把老子送進去啊！你要幹什么？看不出來嗎？我弄死你！你有什麼話好好說？好好說。你當初把老子送進局子裡的時候，你怎麼不好好說？不是我，真的不是我，你認錯人了。我真的不是你說的沈若。死到臨頭還嘴硬。我真的不是你說的那個人。不信你看我的證件，我的證件在包裡。我真的不是。你真的不是沈若？虽然還有很多題不會，但沒有對手的比賽要我怎麼說？雖然還有很多題不會，但沒有對手的比賽要我怎麼說？這不可能，你就是沈若！等等，死到臨頭了。就跟阎王爺說去吧！你不是認為是沈若把你丟進監獄裡面的？我手機有證據可以證明他的清白。我憑什麼相信你說的話？是真是假，你一看便知。怎麼是他做的？你真的是沈若？我要交卷。这陈婉寧到現在連影子也沒見着，咱們諾諾的頭名穩了吧？現在呀，就算是從天上掉下來，這就剩10幾分鐘了，還能翻了天不成？真的是太可惜了。原本我們家諾諾啊，還想好好的跟他較量一下，誰知道他這麼慫，還沒參賽就害怕的不敢來了。可不是嘛，估計是知道比不過，早躲起來哭了吧？你們別得意的太早！你們別得意的太早！喲，這個時候了還嘴硬？你有能耐呀，就讓陳婉寧現在從地裡鑽出來，過來答題呀！院長，我們宣布比賽結果嗎？可以。基於陳婉寧沒有出席本次競賽，評委組一致決定。等等，陳婉寧，你怎麼在這兒？那你覺得我應該在哪？各位老師，我可以答題了嗎？可以。婉寧，加油！這就剩10分鐘了，他能答幾道題？是啊，他就在做無謂的掙扎呀。這就博眼球，輸了也能說自己努力了。陳婉寧，你等着，這次我肯定贏。陳婉寧，你等着，這次我肯定贏。時間到，請選手停止作答。
說還有阅卷的必要吗？直接宣布結果得了呗。是啊，这都做这么久了，怪累的，就没必要耽误时间了。下面我宣布，此次竞赛的获胜者是陈婉宁。什么？这是2位选手的试卷，在座的如果有人对评定結果有疑义，可以隨時提出。陈婉宁好像確實更勝一籌哎。沈諾好多題都是錯的，也就勉強及格呀。這沈諾不是今年的全國狀元嗎？怎麼就這水平？是啊，會不會搞錯了呢？確實是搞錯了。全國狀元是他姐姐沈若，全國狀元是他姐姐沈若。市長你好，這到底是怎麼回事？沈若與沈諾兩名考生姓名高度相似，當時我們疏忽把若看成了諾，所以才造成這場烏龍啊。可錄取通知書如果錯誤的話，那清北那邊為什麼沒有派人來取消諾諾的入學資格？清北的錄取通知書上的是沈若，況且沈諾來了青蘭，他沒有去清北報到啊。說這個疏漏，我們沒有及時意識到啊。不對，沈若在高考前一天就去世了，他根本就沒進考場，怎麼可能成為狀元？沒錯，法醫已經鑑定過了，我姐的死亡時間就是高考前一天。奇怪了，難道死人還能爬起來考試不成？這兩個人的名字那麼像，會不會是清北那邊把通知書搞錯了？對，一定是清北搞錯了，狀元只能是我們家諾諾。為了核實情況，我們成立了特別調查組，調取了所有考場監控，還對試卷進行了筆跡鑑定。這絕對不可能！大家快看，陳婉寧的試卷名字。沈若，她是沈若，陳婉寧就是沈若，不可能！陳婉寧就是沈若，不可能！陳婉寧，你少在這裝神弄鬼，沈若已經化成灰了。我裝神弄鬼，是你告訴堂哥我就是沈若，還撺掇他在賽前把我綁走的吧？你少在這血口噴人，我根本沒有。要不是養父發現的及時，我現在已經變成沈蕭鐵棍下的冤魂，正好碎了你的心一對嗎？沈諾同學，你到底是怎麼回事？諾諾，你快說清楚呀！他怎麼在這胡扯？你沈蕭哥到底去哪兒了？肯定是你考不過諾諾，就編這種話來污衊他。我們諾諾才不會做這樣的事兒。都這個時候了，沈恆，你還護着你這個妹妹？他是我哥，護着我天經地義。我勸你早點說實話，你到底是誰？你不是天天盼着我是你姐姐嗎？好啊，我成全。我就是沈若。不可能，絕對不可能！沈若明明已經火化了。我原本可以安安穩穩當一輩子的陳婉寧，是你們沈家非要把我往死路上逼。這到底唱哪出啊？聽說沈若才是沈家親生女，這個諾諾是抱來的養女。我也聽說了，當初沈若死在沈家，還是隔壁鄰居聞到臭味才報的警，發現的時候屍體都已經腐爛了。這家人就是偏心養女。這麼說，這真是王者歸來，回來討公道了。我能證明她就是沈若，我能證明她就是沈若。大家看清楚了，這是陳婉寧與沈先生的親子鑑定書，上面清清楚楚地寫着二人是親生父女關係。這不可能！沈若真的是沈若，可你明明已經臭了、爛了，還是說早已經被你們宋军化成一把灰了？沈先生，你怕不是老眼昏花了吧？連自己的親生女兒都不認識了？我從小就患有嚴重的腎衰竭，在高考的前一天，我暈倒在了家裡。是我爸，是我養父給我打電話，發現沒人接，就知道我出了事兒，於是和我乾媽一起找到了我。還好發現的及時，我成功撐過了高考，
做了肾移植手術，这才捡回了一条命。如果你没死，那3天前火化的遗体是谁？那根本就不是人，那不过是填充了猪肉的假人罢了。什么？那不过是填充了猪肉的假人罢了。什么？姐，你怎么能这样呢？爸妈待你不薄，你怎么能戏耍他们呢？少装好人，收起你套伪善的嘴脸。你们当初但凡多看我一眼，就该发现，那根本就不是我。岳婷，你当真没有去确认一下那个人到底是不是小若？是啊，岳婷，这再怎么说她也是你的亲生女儿，你怎么能这么马虎呢？这真不能怪我呀！当时那具尸体高度腐烂，我怎么确认呢？你不是不能确认，而是你打心里觉得我根本就不重要。这不管怎么说，小若活着是好事啊！两个闺女都考上了青兰，沈家是双喜临门啊！小若，赶紧跟你爸回家。我什么时候答应要跟你们回家了？沈若，你别给脸不要脸啊！姐姐，大伯跟伯母都已经原谅你的错了，你就跟他们回去吧。沈若，当初你把沈家闹得鸡飞狗跳的，我们都已经不追究了，你怎么还现在摆架子呢？之前把沈家搅得鸡飞狗跳的，另有其人。之前把沈家搅得鸡飞狗跳的，另有其人。只有话里有话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沈若，你把话给我说清楚。我的意思是，之前那件事儿根本就不是我做的。不是你是谁啊？那你们就要好好问问你们的侄女了。诺诺，他说这话到底是什么意思？你快说呀！姐姐，你怎么能在摄像机面前说这些呢？你不就是想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来掩盖你之前的错吗？我知道你从小的家庭条件不好，所以你心里不平衡，你就嫉妒我们沈家的孩子。可是我们都是一家人呀，不管怎么说，你做了什么错事，我们都能原谅你的，姐姐。这沈若真是心理扭曲，竟然对自己的亲人下毒手。就是，这种人就是天生的恶种。这沈家人也太善了吧！都这种情况了，还要认他？姐姐，只要你认真道个歉，我们都能原谅你的。姐姐，只要你认真道个歉，我们都能原谅你的。沈若，你别太过分了，诺诺对你这么好，你怎么还推他？看来我之前跟你们断绝关系是做对了。你怎么跟长辈这样说话？我们白养你了。真是家门不幸啊！我们沈家怎么养出了你这么个逆女？之前堂哥的事儿，明明就是沈诺做的，你们却不分青红皂白的全都怪在了我身上。我之前念着你们有养育之恩，怕你们知道后对他失望、难过、生氣，所以我一直忍着不說。我現在告訴你，我今天要和你們徹底斷絕關係。那怎麼可能？諾諾那麼乖巧懂事，他怎麼會幹出那種事情？沈若，你自己做錯的事兒，還要把屎盆子扣在諾諾身上，你還有沒有良心啊你？犯了錯還不知道悔改，你這種人就不配再回沈家。沈若，我們沈家的臉都讓你丟盡了，我今天要當着所有人的面，好好的教訓教訓你。二叔，別動小若。好好的教訓教訓你。二叔，別動小若。我看這個是我女兒。哎，這是我女兒。哎，幹嘛後邊站？我是你。哎呀，兒子，來，兒子，你忘了當初他是怎麼騙你的？爸媽，我們誤會小若了。兒子，你可別被沈若給騙了呀，這都是他的一面之詞呀。媽，我沒有被騙，當初我也以為是小若騙的我，直到我看到了那個視頻。視頻？什麼視頻？諾諾，這是怎麼回事？諾諾，這是怎麼回事？
都是你害的我儿子，我打死你这个畜生！王我们一家对你这么好，你竟然做出这种事情！不是的，不是的。沈诺，我们沈家到底造了什么孽，才收养了你这么个狼心狗肺的东西？我今天非要打死你！我没有你这个妹妹。伯母，我知道错了。混账东西！大伯，今天非替你爸爸好好教训你！好了，这里是青兰，你们回家去姐姐家务事情，我不管。但在这儿就得守我的规矩。况且，现在沈诺还是我青兰的人，我绝不允许你们在这儿胡闹。哼，周院长，到现在了，你还觉得沈诺就是你当年要找的那个笔友吗？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啊？伯母，我知道错了。混账东西！大伯，今天非替你爸爸好好教训你！好了，这里是青兰，你们回家去姐姐家务事情，我不管。但在这儿就得守我的规矩。况且，现在沈诺还是我青兰的人，我绝不允许你们在这儿胡闹。哼，周院长，到现在了，你还觉得沈诺就是你当年要找的那个笔友吗？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啊？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啊？周院长，你被骗了，你要找的那个笔友根本就不是沈诺，而是沈若。可之前的信息那都对不上了。周院长，我为了让沈家更上一层楼，骗了你，让他进了青兰。怎么？小若被找回来之前一直叫沈诺，沈诺一直霸占他的名字不肯还给他，所以我们才被迫给他改了名字，叫沈若。所以你早就知道我要找的是小若。都是我的错，当时我就是觉得反正小若已经不在了，空着一个名额，不如让给诺诺，反正肥水不流外人田嘛。哎呀，你呀就是猪油蒙了心。小若，都是爸爸的错，爸爸不好，爸爸给你道歉好吗？别，我可受不起。小若啊，之前是大伯错怪了你，就请你原谅大伯吧。是啊，小若，毕竟啊，我们都是一家人呢。一家人，我可跟沈诺做不了一家人。一家人，我可跟沈诺做不了一家人。小若，都是爸爸的错。如果你答应跟着我回沈家，我现在就立马就把沈诺逐出家门。爸，你怎么忍心这樣對我？你別叫我爸，我不是你爸。小若，以前是哥糊涂，是哥哥的錯，跟我們回家吧。哥以後肯定好好心疼你，不讓你受半點委屈。我可不稀罕。小若啊，別耍小孩子脾氣了，我們可都是打斷骨頭連着筋的一家人啊！哎呀，這家人哪有隔夜仇啊？家人，我和我爸和我乾媽才是一家人。這再怎麼說，他們跟你也沒有血緣關係啊，不比我們沈家呢。血緣關係，以前我天真的以為血緣是這個世界上最牢不可破的東西。可你們呢？是你們親手教會我，親人可以自己選擇，而你呢，根本不配做我的親人。走吧，爸，走吧，媽。小若，安靜！我宣布，青蘭研究院將沈諾除名，且未來永不書用。完了，這下全完了。完了，這下全完了。哎，我們現在去哪兒？當然是去派出所啊！趕緊把婉寧的戶口落到我這兒來，以後你就是我陳露名正言順的女兒。你想得美！婉寧，聽乾媽的，戶口落我這兒，女兒當然要跟着媽才好了。
我给你做好吃的。姓白的，你怎么回事啊？你这是明摆着要跟我抢女儿啊！落我这儿！什么叫抢啊？婉宁从小就跟我亲，我可是她干妈，女儿当然跟着妈妈才好呀，我还能天天陪着她的。就落我这儿了，听我的啊！落我这儿！哎呀，落我这儿！哎呀，好了好了，你们都别争了。要我说啊，咱们3个直接落一个户口本就得了，这样谁也不用争了。走啦。